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最近，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时代周刊》专访的时候，语出惊人。他说，中国经济正在濒临崩溃，或者说在崩溃的边缘当中啊。还有些人说中国经济特别好啊，简直很可笑啊，这种说法很可笑。那他这样讲到底有没有依据？他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首先我要感谢他。感谢他对我们公子视频节目的认可，因为这是我们之前的论断，而且我们做了不止一期节目，而且给出了我们的理由。但是拜登总统说这话跟我说的话的分量就截然不同了，他一定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掌握一些我们不掌握的数据或者情报。我们当然作为外界的观察者，获得的信息肯定不如美国总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从公开的数据和公开的状况就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了，已经不需要一定是一个总统掌握内部情报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尝试着给出我们的理由，为什么拜登所讲的是事实。确实，在西方国家，很多人都谈论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将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这个结论恐怕下得太早，因为大家只是刚刚看到了21世纪初的中国的经济成长，没有看到这个成长是不可持续的。在过去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国已经进入到了相反的发展路径，未来甚至可能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会动荡。可以说中国正在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这场大崩溃将会是过去几十年来最血腥的事件之一，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为此付出生命代价。那么我们回顾过去这5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的2位数高速下滑到了今天的低迷状态。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似乎逐渐回到了毛泽东时期的这种过去的闭关锁国，试图跟其他国家保持距离，慢慢的不断的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全面脱钩。而俄罗斯跟伊朗这样的所谓盟友也是一种不稳定状态。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陷入了停滞，再加上在疫情期间的这个全中国各地爆发的抗议活动，已经看到中国社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西方的领导层其实过去一直以来都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威权主义独裁政权感到很着迷，他们对纳粹德国或者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保持同样的态度，就是他们认为这种独裁体制的管理阶层可以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统治，以此带来一个稳定的秩序。甚至在2020年，就是当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西方的媒体还在谈论中国为什么能够比其他的国家更能有效地处理疫情。再往前推在2000年代，也有很多的媒体跟学者在讨论威权体制如何的使得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越西方，而且还能够顺利度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西方世界反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了？那么这种比较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比较，因为西方国家是由内在动力来驱动的一个社会，它是基于某种愧疚感，而中国是由外部驱动的社会，它基于某种耻辱感。就是西方国家会故意的展示出自己的国家状况比实际情况更加糟糕这在基督教所主导的这种道德体系当中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谦卑的表现，而在中国文化当中，你公开谈论这个国家的失败会被认为是道德上站不住脚的所以会使整个社会或者是在社会当中的每个人看起来更差，更没有面子。所以这就意味着，即使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内部问题，也不会被公开的、大胆的、自由的展示出来，更不可能去广而告之了。所以说，外界看中国往往只是盲人摸象而已。而且西方媒体很多时候呢，他们并没有真正能去深入探讨中国问题背后的根源。媒体毕竟是追求流量的，所以他不可能做到深思熟虑的
挖掘深层次的问题啊，他观察的都是表面现象。美国的统治阶层呢，也希望中国能够显示的非常强大啊，这样的话可以产生一种压力，反过来让政府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权力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说，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也被掩盖了啊，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西方社会当然不是说也不存在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周期性问题，对西方的几百年所建立的这种完整的资本主义体系伤害不是那么大。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两极分化啊，觉得很严重，但是美国的50、60年代呢，当年的那种社会运动的风潮呢，不比现在严重的多。什么黑命贵也好啊，或者是在美国校园的这种反犹太的这种运动也好啊，跟当年的美国社会运动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最近美国还上映了一个电影叫做《美国内战》，对吧？有人说美国是不是因为川普啊这个竞选问题，就带来了这种所谓的内战或者是两极进步的恶化？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我们看过去的历史，这种恶化不是第一次了。但是相反，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啊，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啊，在不久的将来，真的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也讲过，我们如何去分析现状。一种是策略游戏，就是从高处鸟瞰来观察一个国家的所有的统计数据啊，军队状态，还有国界啊、边界，这是更加宏观的一个观察。那另外一种是微观的，就是你进入到那个社会状态当中，就像参演一场戏剧一样，身临其境的去理解人们是如何的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以及他们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有效的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如果我们将这两种方式都结合起来，就能够更加清晰全面的看到社会状况，而不只是从个人的意识形态层面还包括宏观数据层面。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接下来尝试着结合这两种方式来预测一下中国未来的走向。当然我们还是就着刚才那个话题，就是拜登总统所说的中国经济在崩溃的边缘。那到底中国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提出这么几个值得关注的，而且是几乎不可避免会导致中国社会进一步崩溃的。第一就是国际贸易问题。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自从邓小平1978年的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50年的时间，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也成为全球经济当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仅因为廉价的制造，中国还垄断了很多的领域特别是这个对于现代经济至关重要的稀土元素的生产几乎90%的稀土的加工工业也被中国所垄断。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均 GDP 从1978年的164美元增长到了2022年的12720美元。当然这期节目所讲到的所有数据都是官方数据是有水分的，大家大概知道就行了。那尽管中国非常成功的应对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且在2010年就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但是它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大幅度的放缓。特别是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 2.99%， 那么按照任何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数字显得都相当的低了这种增长的减速已经预示着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长期的挑战。那这些挑战当中，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的坑，也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我记得前些天我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来论断这个一带一路盖棺定论，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出来观看。虽然这个战略的目的呢是通过在亚洲、非洲等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来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从而塑造中国的大国崛起的形象，甚至挑战美国的地位。但是呢，现实却并不如人意。那么很多的投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比方说肯尼亚的铁路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还有斯里兰卡的港口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原先估值620亿美元，但是因为内部的腐败、资金周转的困难，甚至是遭受到恐怖袭击之后，都在大幅度的缩减规模。特别是这个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部分，就是位于印度洋上的瓜达尔港并没有能够实现中巴双方
对港口改造所带来的预期财务收益。这一点我在上期节目也讲过了啊。中巴经济走廊的这个不佳表现，甚至导致巴基斯坦的国债急剧增加，已经迫使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63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这都是中国所带来的。那从一开始，这个“一带一路”计划的失败迹象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啊，因为西方国家的基础投资享有长达30年的低利率，而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利率高达7%，而期限却只是西方国家的一半。中国在给别人贷款的时候还强加了这种强制性的条款，可以随时要求债务偿还，并且经常禁止债务国重新融资或者重组还款的计划，这也给一些参加这个项目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很多项目没有达到预期，那么有些国家，比如说最早加入这个“一带一路”的意大利还有菲律宾，他们已经决定退出相关的计划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开始重新评估参与“一带一路”的决定，甚至考虑退出啊。至少他们有大量的项目都停止了。那么已经接受中国资金的那些国家也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危机，他们没有办法偿还贷款，而且未偿还的债务拖累了他们的发展。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呢，看似是可以给中国带来一波有利的贷款潮啊，中国可以当大爷。但问题你要知道，欠钱的才是大爷啊！你欠银行1万块钱是你着急，但是你欠银行1个亿，那就是银行着急了。当中国作为贷权方贷出了高达1万亿美元的时候，反而使自己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考虑到这些巨额贷款、严苛的条款，甚至债务国可能违约的这种风险啊，到了2023年，像这个财务状况不佳的对象贷款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的5%上升到60%，就是问题在于如何收回这些贷款。考虑到中国从2016年到2021年之间已经向22个国家发放了总计24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那这些紧急的救助可不便宜，债务国需要支付至少5%的利率，而在相同的情况下呢，这个利率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出了2倍多。在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对中国的信任不断的下降，那对“一带一路”的风险担忧加剧，因此呢，对相关的项目呢持有更加谨慎和观望的态度，而且国际社会也没有看到在任何的项目当中有具体的这个中国所承诺的环境保护的措施。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已经对多家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当中的中国国有企业实施了制裁。那这些企业在这些项目当中又扮演关键的角色，导致其他国家对参加“一带一路”的合作的意愿受挫啊！我们不想跟被制裁的企业有来往。“一带一路”本来是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是因为这种所谓的贷款策略，而给中国的国内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除了对外这种大撒币以外呢，另外一个经济问题就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根据中国中部地区最大城市武汉的财政局数字，一共有259个机构欠了1400万美元的债务啊。这里边既有国有企业，有私营部门，也有政府或者智库。那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已基本耗尽了很多城市和省份的预算，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更加的严重。我们也知道，封城对经济活动影响巨大，政府还得花大笔钱在核酸检测以及建设方舱医院上面。以广东省为例，仅仅是这一个省，因为疫情这特别是清零政策，就花掉了220亿美元，加上税收已经开始大幅下滑。疫情过后呢，还需要给这些受到打击最严重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政府税收进一步减少，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也相应的跟着减少。在全国范围之内，地方政府为此类疫情之后的税收减免总计提供了超过5240亿美元。现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已经开始减少政府的支出了，比如说对老年人口的医疗支出还有削减一些交通服务的开支，降低燃料补贴，以这些方式来应对债务问题。那除此以外呢，中国的市政当局还被迫降低了公务员的工资，即使是广东、浙江和江苏这样的富裕省份，不少公务员的工资也被削减了30%。从2016年到2023年这几年之间，中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已经从47%攀升到102%。债务的快速增长呢，不仅反映了当前的财政困难，也暴露了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当中所产生的潜在问题。随着债务负担的增加，政府在教育、健康、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的投资能力一定会不断受限，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社会的整体福利。另外，对公务员工资的削减和对基本服务支出的减少，
也可能会引起很多体制内的不满以及社会大众的不满，最终导致社会更加不稳定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受到疫情冲击更加严重的地区。那这样的一种财政政策紧缩措施，虽然可以短期内缓解债务压力，但是并不是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那么这是贸易问题或者是政府债务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房地产。房地产领域呢，其实是另一个加剧政府债务问题的因素。那么长期以来，中国土地销售的收入占中国地方政府总收入的40%，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因此，地方政府很难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增加税收，那么他们就只能人为的去提高房地产价格，甚至进行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来获取更多的资金。这已经产生了一个严重的恶性循环，就是房地产市场因为政府的重视而被看作是投资的热点，所以民众呢也纷纷的把自己的积蓄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希望能够分一杯羹希望房价不断的上涨。这当中并不是都是刚需但是在美好的宴席要结束的时候，2022年的1月到10月，中国的土地销售额比2021年同比下降了26%，房地产开发商的收入因为房屋销售减少而降低。100个大开发商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7月新房销售比前一年下降了33%，甚至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在看到这个形势不对的时候，突然撤回了他们准备投资的3亿美元新股。到了2023年10月，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为，像碧桂园这样的企业已经没有办法支付对外的债务，实际上已经违约了而碧桂园并不是唯一面临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我们都看到了其他的这些大开发商同样的陷入到了违约潮当中。比如说房地产巨头恒大，2021年12月，恒大没有能够支付82.5亿美元的利息而被宣布违约，随后开始了破产程序。恒大的破产也引发了更广泛的连锁反应，融创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没有能够及时偿还4亿美元的海外债务，在香港被停牌。我们要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经济有多么重要，它占中国经济 GDP 的比重高达30%。长期以来，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扩张让很多的投资者和国际观察人士都非常担忧，他们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泡沫我们也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鬼城这种鬼城在中国有多达50多个，大量的房屋空置卖不出去。这些城市原本是要通过这些房地产开发能够分配一些经济机会给广大的农村人口提供一些沿海城市之外的去处但是这些新的开发项目呢都没有能够兑现对投资者的承诺。在这些偏远地区建造这些没有人住的鬼城就是因为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的人都想通过建造更多的房屋来赚钱根本就不在乎这个房子最后到底有没有人住，到底能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这些开发当中多达5000万套的公寓在空置着，很多的正在开发的社区没有人居住，没有几个居民。这种情况下呢，房地产开发商当然是难以获得预期的回报。那么房地产市场的衰退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务危机。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土地销售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房地产市场放缓，那地方政府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来维持它的正常运作。就像之前我讲到的它开始进行节流，减少开支，那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呢，面临着一个刺激经济增长和控制债务水平之间的一个平衡问题，而政府还需要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市场收缩所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那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要求这个政府必须采取多方面的策略，不光是要通过财政跟货币政策来刺激短期的经济增长，还需要通过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来应对长期的挑战。而这种所谓结构性改革受制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没有办法改革下去。这就为什么我们可以判断出今天中国政府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修修补补，等着这个房子最终坍塌。比如说上海市政府就曾经多次尝试着去振兴房地产市场，甚至不惜从头开始开发一些新的城区。浦东新区就是这么开发起来的，从一个过去的沼泽地变成现在拥有560万人口的繁华区域。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之所以成功呢，是因为浦东新区它靠近上海的市中心，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交通便利。但是你能不能把浦东新区的成功经验复制到远离中国沿海中心地带的那些鬼城呢？
这就是个未知数了。看看雄安新区就知道了，对吧？同时，中国面临的这个人口减少问题，也给房地产开发商带来了挑战啊。最近听说中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连锁的一个幼儿园倒闭，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口了。人口的下降意味着对房屋、对购物中心、对服务的需求在减少。我这2天还看到，去年1500万的上海公寓，现在已经降价降到了1100万，1年内的降幅超过30%啊！即使如此，还是有价无市，无人问津。我相信明年还会继续降到1000万以下啊。此外呢，经济的政治化也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效率啊，就是共产党对私有企业的干预啊，对国有企业的偏好啊，这都让国内外的投资者感到非常紧张，所以说他们对中国的投资就更加谨慎。中国是否能够保证它在全球供应链中心的地位，能够确保自己在未来世界供应当中保持核心地位，这都是已经是值得大家怀疑的地方了。那最后我们再说一个很重要的也关键问题，就是人口问题了。中国过去一直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了2020年开始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增长率开始下降。而此时此刻，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中国。根据人口学家的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估计只会剩下 7.76 亿，也就是现在的一半左右。更加严重的是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14年就已经达到了顶峰，到2022年的年底已经缩减到了 7.33 亿。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占比迅速增长，在201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 1.36 亿，甚至超过了整个日本的人口。根据最新的数据，到2022年年底，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 2.09 亿，而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加速。预计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 2.38 亿，超过日本和埃及2个国家人口总和。到2050年，这个数字有望接近 3.5 亿，意味着日本、埃及、澳大利亚、德国4个国家的人口总和。中国现在面临最大问题不仅是老龄化问题，而是缺少足够的年轻人口来替代这些老龄人口。那当然，这个最主要原因就是过去的独生子女的一胎政策。那这个政策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才结束。到2021年再次取消了其他的所有的生育限制，但是在民间实施效果非常不乐观，因为在过去这40年来，一胎政策已经严重的限制了中国年轻人口的增长。而且这种一胎政策也造成了男女比例的严重不协调，以及育龄女性的严重短缺。在2015年有一项研究显示说，如果没有一胎政策和重男轻女的思想，那中国现在可能会多出6200万女性。但是说什么也没有用了，这些都是马后炮啊！现在取消生育政策甚至已经晚了。那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历史新低，每个女性仅有 1.23 个孩子。所以即使已经放宽了一胎政策，也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趋势了。根据数据显示，要把一个孩子养到18岁的总费用是中国人均 GDP 的7倍。再加上最近的前2年的疫情严格的防御措施也让很多的孕妇没有办法获得及时的医疗服务，进一步降低了这些适龄女性生育孩子的意愿。有人就曾经统计过，在历史上，如果一个国家一旦它的平均结婚年龄超过28岁，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革命运动，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繁衍下一代变得太困难了。中国有这样的一个群体这种数量可观并且感到挫败的男性群体，已经算是发动革命的完美燃料了。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长期依赖年轻劳动力，那么随着这个人口比例在减少，相应的劳动生产率也会下降。那么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关键的制造业来说，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制造成本上涨，压缩公司利润，使得中国对于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下降。再加上中国官方的这个清零政策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也促使外资把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地方以防未来中国政府再有什么幺蛾子。那么另一个中国的人口问题就是过早的老龄化，这跟日本或者欧洲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国还没有进入高收入阶段，在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就遭遇到了老龄化这要求中国采取特殊的政策来照顾老龄人口。如果缺乏国家的福利体系的支持，那么赡养老人的这种高成本将会进一步抑制年轻人生育的意愿。毕竟一个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每天还有996，经济又不景气，你在微型公寓里边蜗居，看不到任何希望，生活变得异常艰难，那必然就导致人口危机进一步加剧，形成恶性循环。综上所述中国对外的
战略啊，不管是一带一路和大撒币，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以及房地产和人口危机，这每一项可以说都是积重难返了。我们正在见证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不断溃败，最终这个庞大的共产党帝国也会轰然倒塌，就像曾经的大清帝国和苏联帝国一样，他们一定是殊途同归。而最恐怖的还不在于不可避免的崩溃，而是现有秩序全面瓦解之后，没有一个地方自治传统的中国社会陷入到了权力真空当中，进入无序状态。那么互害内斗不断升级，普罗大众生灵涂炭，这才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但是不管我们多少人支持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其实都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这恐怕已经是大概率事件了。那么当然，下期节目我会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种危机爆发的时候，普通人如何的自保。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还有就是加入会员，可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